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看看历史上8次收复台湾，孙权收复台湾，《三国志·吴志·孙权传》有记载。黄龙2年230年春，孙权派遣将军魏温、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赴海求益州及澶州，益州即今天的台湾。公元227年，孙权在东至今厦门训练能出远海作战的水师，并建造大型战舰数百艘。公元230年，孙权派魏温、诸葛直2位将军率远征水师1万余人渡海，到达当时的益州（今台湾省），遭到当时土著蛮荒的轻微抵抗。由于当时语言不通，水土不服，又有数千将士病亡，2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，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，为以后的更好的了解和治化台湾做好准备。这也是台湾岛第一次被中原政权纳入正式统治。所以益州这就是台湾岛在中国史书上的第一个名字。隋炀帝收复台湾，《隋书琉球列传》中记载，隋常帝派遣大将朱宽到琉球国，又派陈琳率兵征服琉球。那时候的台湾大都是原住民高山族，朱宽到台湾时可能是从鹿港上岸，鹿港的高山族语就叫琉球，因而研究古诗所称的琉球并非现在的琉球，而是台湾。公元610年，隋炀帝3次征讨琉球获胜，占领了台湾并纳入隋朝版图。宋孝宗时期，公元1171年，宋孝宗命知府汪大猷征服台湾并驻军，将台湾纳入版图并管理。唐宋之际，开始有大陆人前往台湾岛定居。南宋孝宗乾道7年1171年，汪大猷知泉州时，所辖领地靠海，海中有沙洲数万亩，号平湖、今澎湖，经常被周围岛上的夷人上岸来抢掠东西，杀戮人口。为防止骚扰，他亲自登岛，造屋200间，派遣将领兵士分别驻守，夷人不敢再来侵犯，并委派朝官建衙开府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驻军台湾。汪大猷当是汪姓入台第一人。元朝时期的台湾，元朝时期1292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派遣6000余人战舰300余艘前往澎湖招抚当地的高山族。元军到达后遭到抵抗，元军人数少，再加上水土不服，最后兵败。1297年，忽必烈再次任命福建平章郑氏高兴为东征大将军，率汉军水师15000人，战船数百艘，再进兵台湾。经过数月激战，终于拿下台湾。这个与中国古代大陆也是隔海相望的领土得到了正式的管辖。元朝时设立澎湖巡检司，正式对台湾进行管辖。公元1335年，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，管辖澎湖现在的台湾。当时的台湾隶属福建，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福建省泉州同安县今天的厦门澎湖村。这也是历史上中国正式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，实行管辖。1602年，明朝收复台湾。明朝末年，我国沿海倭寇势力猖獗，被打退几波后，倭寇伺机占领了台湾。公元1602年，在明朝大将军沈有容带领军队来到台湾，歼灭了当时在台湾海峡一带猖狂的倭寇，百姓热烈欢迎大将军的部队来到台湾。收复台湾，郑成功收复台湾。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侵略者，利用明朝末年朝廷腐败、疏于管理的空子，打起了台湾的主意。明熹宗天启4年，公元1624年，利用威逼利诱的手段，巧取豪夺，蒙骗福建地方官员，采用步步为营的不断蚕食，最后使台湾变成他们的殖民根据地。台湾本土居民高山族深受荷兰殖民者的压榨，苦不堪言。1661年，郑成功亲率2.5万名兵将，分成100艘战船，从金门出发。他们冒着风浪，越过台湾海峡，在澎湖休整几天，准备直取台湾。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负隅顽抗，在围困敌军8个月之后，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，一举收复台湾。截止到郑成功水师的跨海作战，这段时期维持了38年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，开启了郑氏家族对台湾的统治。他把原荷兰人建设的赤县城立为东都明京，设立承天府和天兴县、万年县，分管北路与南路，建立了与祖国大陆类似的府县制度。一直到1684年，他的孙子郑克爽被康熙帝派兵收服。
正是在台湾共统治了22年，康熙收复台湾。康熙22年6月14日，施琅率兵2万余人，乘战船200余艘出征。郑克爽则派刘国轩守澎湖，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，两军展开激战，历时7昼夜。施琅右眼负伤，游击蓝里重炮，澎湖大战，郑军大败，清军击沉敌船159艘，郑军死伤12000人，浮尸遍海。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。澎湖战败，郑克爽等极为恐慌。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，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，赏给银米，正是以无抵抗能力。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，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。康熙接受投降，优待郑氏，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。台湾遂告统一，国民政府收复台湾。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，对台湾岛垂涎3尺的日本，借着甲午战争腐朽的清政府战败之际，在1894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，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，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截止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国民政府当年9月收复台湾，从而结束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近50年的统治。1949年，国共战争，蒋介石败走台湾，仰赖海峡天险和美国势力占据台湾。蒋介石是绝对不承认台湾独立的，可惜后面的不孝子孙公然叫嚣台独。好在当今中华盛世，台湾回归一统是大势所趋，无人可挡。中国统一大业势必在你我这代人完成。